可能是鸡骨头比较轻啊，经不起贵人念叨。日元昨晚又涨个了，飙到了163对1美元，40年来的最低水平。前脚早苗才敦促要日本的养老金棺材板增持日股做支撑，后脚我们就去他们没充值的这个鸟胶打靶日元汇率当晚急转直下。之前日元突破160的时候还几万亿的保汇率，现在属于是死鸡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很多人说是因为美元走强才显得日元弱了，你快省省吧日元这次贬值跟曾经的逻辑完全不同。日本现在的工具箱里剩下的全都是把全民棺材本压上股市这种绝户计，而日本股市可都是在巴菲特当年带头持有的华尔街手里的这个不叫经济支撑，这个叫请干爹吃绝户。日元现在并不是被动的挨打，而是基本面截肢带来的不可逆的变矮腿都被砍了，能不矮吗？那跟隔壁的人长不长个没有任何关系本轮日元的贬值是全球资本对日本产业竞争力、财政可持续性以及长期增长潜力的一次集体不信任投票，全球减持日本资产带来的根本性的信用衰退。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资本高看日元一眼的底层逻辑就是相信日本强大的制造业出口能力可以兜底，日元一跌，丰田、本田这些出口巨头的海外利润折算成日元，它就会显得很好看，出口的顺差这种数据就能给这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续命。钱虽然存在海外，但是金融业假设这些日元的资产是可以作为日本资产的护城河的。那不巧的是，这个河前不久被我们挖断了。在全球电动车转型的这个浪潮里，日本的车企的电动车全球份额已经跌得连10%都不到了，想不到吧？那半导体产业更是从当年占据半壁江山萎缩到了如今的个位数。现在日本看它的经常账户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顺差，但是那都是靠早年在海外投资收益的，在吃老本。而且随着日本国力的衰退那英国人急了都知道抢我们的钢铁厂，那日本在南美、非洲、澳大利亚的这些产业到底什么时候它不姓日，那都是说不好的事。而日本本土的基础制造业随着化工业的彻底萎缩，正在逐步的失去根基，快速的空心化。那高端制造业呢，因为自己的倒行逆施被咱两岸物项管制，它也是苟延残喘，这就导致了日元贬值不但换不来出口的爆发，反而成为了极其惨烈的输入性通胀。买单的是日本国内无数因为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暴涨而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和实际购买力连续下降的普通老百姓。全球资本又不瞎，当他们看到日本的核心产业供给弹性已经出现结构性滑坡的时候，赚取外汇的能力实质性衰退的时候，这种基于产业基本面的看空定价那是不可能逆转的。产业不恢复就难以有信用，那中东不恢复那就难以有产业。高市政府明显他是不懂经济，他也不在乎产业的，一根筋的持续自我透支，搞什么不受支出上限约束的投资框架，这废话特别长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大撒币嘛，造不出东西来还要无限印钞，那全球投资者手里的日元和日债不是很快就奔着废纸去了吗？所以大家不仅抛日元连着日债一起砸。但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坍塌真正让这一次日本万劫不复的是美国难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